在我们眼里，2020年绝对是国产积木划时代的一年。我们看到了邀请知名设计师开发出的媲美乐高的大型遥控跑车，我们也看到了对于超豪华品牌的授权所迈出的第一步。IP 方面也有诸如《流浪地球》这种产品的持续更新，或者全新的勾起我们童年回忆的哆啦 A 梦。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品虽然还有着一些问题，但我们不可否认国产积木在今年所取得的成绩。所以当经典跑车模型与从小伴随我们成长的经典漫画在与遥控动力套件组合到一起时，它们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美妙化学反应呢？我们就从咔哒积木这两套最新头文字 D 授权的两代马自达 RX-7 的车模开始说起。而这种美妙的化学反应也并不局限在授权与遥控，而是包含了更多层的惊喜。大家好，欢迎来到专家号。今天我们照例不去过多解读头文字 D 漫画原型，而是将目光聚焦到这两款产品本身。编号 C61022 与 C61023 这两套产品分别对应了头文字 D 中高桥良介 Takahashi Ryosuke 和高桥启介 Takahashi Keisuke 两兄弟的座驾。他们的产品名 FC3S RX-7 与 FD3S RX-7 则对应了经典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马自达转子跑车 RX-7 的车架编号。为了方便，后面都用 FC 和 FD 来称呼这两款产品。这次咔哒的包装盒做得非常棒，各种细节恰到好处。除了比较显眼的座驾与主人的图片，头文字 D 的 logo， 还有一个 Mazda Motor Company Approval Number 20042的字样，也表明了这款产品的双授权身份。从 FC 的1552与 FD 的1655不同的零件数上来看，这两套产品差异是不小的，同时也能够猜出其成品尺寸与乐高的10265福特野马是相当的。我们原以为这两套产品存在完全相同的主体结构，区别仅仅在于外观覆盖件，然而在拼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错了，这是完全不同的独立的两款产品。零件做了分袋，说明书也与 C61042 一样做了分册，都是3本。第一本都包含了漫画原型介绍，第3本都包含了零件表以及遥控改装步骤。拼装从底盘的前悬架开始，整个过程会给人一种满一得二的拼搭体验。我们能感受到纯机械组以及小颗粒搭建的双重感受。第一本书的绝大部分都是非常纯粹的机械组风格，到第一本说明书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到了一个装有轮胎的底盘了，甚至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为其安装好遥控动力套件。这个看似简单的机械组底盘，却包含了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前悬架虽然是用乐高42111与42115的全新球头的转向臂零件，但这个悬架的结构却不常规，可能是因为标准避震器零件会增大垂直方向的空间占用。为了完美还原经典 RX-7 的低矮车头，这两套模型的前悬架都使用了皮筋充当减震器，3根皮筋绕过底盘，拉住两侧转向臂上的球头。3个皮筋在安装时比较费力，它们的拉力也是非常大的，甚至可能让整个悬架产生一定角度的扭曲，所以底盘需要2个薄梁来限位，这也让这2组薄梁加栓承受了很大的压力。FC 这套白色的 RX-7 在拼的时候，甚至导致了一个栓的粉碎，所以我们在 FD 的这套黄色的 RX-7 上去掉了一个皮筋，但不管我们怎么调整皮筋，主销都会存在一个倾角。不过这里也给了我们一个不使用避震器零件搭建一个具有减震效果的悬架的范例。转向系统照样不走寻常路，这又是一个没有齿条的转向。车头的一个2格孔梁直接在转向主传动轴的旋转作用下进行左右转动，转动推动了一根薄梁水平移动，进而拉动2侧拉杆控制前轮转向。这组转向在中央转向传动轴到拉杆的结构其实与乐高10265还有 R35是很像的。这种转向主要是利用孔梁宽度不到1格，并且孔梁之间存在空隙的特点，缺陷就是转向的角度不大。转向主传动轴向后连接了一系列的齿轮，这其中还包含了一个全新的离合器齿轮。这个离合器齿轮可以说是乐高2代离合器的综合体，它具有42100带来的全新离合器由纯塑料的2个零件组合而成的特点，结构又和8479带来的老一代离合器齿轮一样，具有外层齿圈。它的意义可能是在安装转向用4伏电机后保护一下转向传动系统。转向系统在靠近防火墙的地方分为了2路，一路留在了底盘处，用于连接4伏电机，另一路连接了方向盘。这套系统的特点就是使用了大量的8齿小齿轮。这里 FC 与 FD 就存在一些区别，它们的转向传动路径存在一些差异，转向比也有区别，方向盘的固定方式也完全不同。
FC 使用了2格和3格两种轴栓连接件构成方向盘转向处的倾角，很有老式机械组与模型小组的感觉。FD 则使用了4号轴连接件带来的135度的自然角度。后悬架的叉臂和避震器都是比较标准的搭建方式，但后轴并没有提供差速器，而是类似乐高853的一组锥状齿，负责将动力传入后左右半轴，这就意味着左右后轮永远同速。没有差速器我认为也很正常，因为这本就不是机械组的产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乐高的 Creator 的大型车模有哪一个包含差速器呢？甚至连传动轴的概念都没有。4条避震器零件全部用在了后悬架，所以这套模型后部的支撑力是非常足的。与前悬架的转向系统类似，传动系统也将一根十字轴预留在了底盘处。到这里，我们不看第3本说明书，也能知道该如何安放转向与驱动用的电机。在组装完前后悬架后，整个模型的底盘部分就完成了，轮胎也会在这个时候被安装好。轮毂盖也是单独安装的， FC 则提供了镀铬轮毂。这里可以注意到一种咔嗒单独开模的孔梁，它看起来是框架零件只保留了2侧的边梁，栓孔呈90度交错存在，非常方便底盘的搭建。这里不适用于标准框架零件的原因，可能是为了方便中央通道安放2种电机。可以注意到，整个底盘几乎没有用到乐高在小颗粒车模上惯用的孔梁砖，这也导致了这2套 RX7 模型在搭建方式上是非常颠覆的。接下来我们将告别机械组的拼装，正式开始体验小颗粒的搭建感受。由于 FC 与 FD 本就是完全不同的2台车，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拼搭步骤，但是车头、发动机、2侧车门、座椅、前翼子板、后翼子板以及车尾这些整体步骤都是相同的。2辆车具有不同的设计细节。若要论功能性，可以选择白色的 FC， 它具有可控制的跳灯，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车非常鲜明的特征。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8880那个纯机械控制的跳灯。而 FD 没有设计可动的跳灯，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头灯通过皮筋控制动作，并用一组零件通向副驾驶手套箱的后面。要控制开启时，需要打开车门，翻下手套箱，但实际在拼装好的模型上，我们很难按照说明书所示进行上述的操作。最佳方式是拆掉车顶，直接控制。但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样本就应该是亮点的功能变成了鸡肋。其实这组功能的控制还可以做得更好，例如通过一定机械结构将控制旋钮放到驾驶室仪表台的明面处。若要体验拼搭细节的技巧，则要推荐黄色的 FD。 我们在最近的一键3连的砍砖中提到铰链零件， FD 就将铰链零件的拼搭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为了营造 FD 低矮扁平的车头，前端使用了铰链零件，在侧面通过支架零件用 snod 的方式固定前后2部分。铰链零件可以根据情况进行角度的调整，车门处在不同高度通过铰链零件之间的距离非常完美地构造出来微微上扬的窗线。车尾后翼子板处每一侧都可以看到2组2×2的转台零件，这个来自1977年的转台零件其实就是当时机械组用来实现转向系统的转向臂的。这里2组错位一格的转台很好地实现了后翼子板向中间微微收拢的腰线。车门的造型也很有意思，斜坡零件精巧还原了 RX7 原车的车门造型，并且和后翼子板的形状完美贴合。这不禁就让我想起了乐高 Creator 3合1的前身 Designer Set 的4404。同样的设计还能在 FD 的贯穿式尾灯上看到，这尾灯几乎是我看到的包括乐高在内的最好的还原效果。此外， FD 还有一个 FC 所没有的精巧细节，那就是发动机。用3组铰链零件实现了一个类似转子发动机中3角转子的造型，虽然在拼装好之后就藏在内部看不到了，但拼的时候那份惊喜却是无法掩盖的。 FD 这几处不规则的搭建恰恰是整个模型在造型细节上的点睛之笔。车门的铰链设计也足够心思，与乐高10265类似。发动机舱盖在 FC 上由于存在进气口，可以很方便的开启，但在 FD 上则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下手。2辆车尾部的后备箱中则都放置了蓝色的氮气罐。而挡风玻璃是小颗粒车模非常重要的部件，这也是小颗粒相比机械组的一大优势。乐高模型小组的产品搭配模型单独制作了一些挡风玻璃零件，并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咔嗒为小颗粒车模全新开发的梯形前挡风玻璃，
这种形状的零件在整个乐高的产品中也只出现过一种，搭载到 Creator 的10248与31070上。咔哒的这个挡风玻璃尺寸与乐高那个不同，并且是全透明的版本。RX7 与之前的86和 R35用的都是这一款。两台车的后挡风玻璃都使用了众多茶色半透明的光面零件拼成，效果上与一体零件相比就差了很多，因为零件的内扣管非常影响观感。相比之前的86，这块的设计有所退化。而贴纸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跨越零件，而是前挡风玻璃用来模拟 A 柱颜色的那2条以及步骤。可以看到，前挡风贴了贴纸后效果并不好，至少和包装盒上印刷的效果是不符的，所以 FC 我们直接就没有贴。这里其实更建议直接使用印刷件的方式，像乐高的10248那台法拉利 F40 则是直接将 A 柱的红色印了上去。对于一套双授权的车模，我们认为这么做是非常值得的。步骤方面，很多国产积木倾向于将贴纸放到最后贴，但有些位置后期由于零件遮挡会影响贴纸，或者需要拆除大量的零件，我们还是认为乐高那种随拼随贴的方式会更好。到整个车辆拼完，我们实际上连第2本说明书都没有使用完，后面的1本多书的步骤都是静态展示支架以及改装。白色 FC 携带了一个2×4光面印刷架，上面的 D25 代表了今年是头文字 D 的25周年。Initially Nijugo Shunen， 这可能也是咔哒今年推出一系列头文字 D 授权车模的原因之一。这个印刷架可以通过一个铰链零件放置在地上，很有车展展台的感觉。另外2辆车还都提供了大尺寸的支架，零件用料很足，有很多的大尺寸孔梁砖，上面有2个连接点，可以和车辆底部的轴孔连接固定。固定好的车呈现一种抬头起步的状态，这是完美的静态摆放方案。和乐高10265类似，2辆车可以在很多地方进行外观改装，包括了前后杠、翼子板、侧裙、尾翼、发动机盖以及发动机。不同的组合方式也让模型具备了许多种形态，而我们认为最佳的状态还是它们包装盒上所展示的原始版本。说明书最后的重头戏就是遥控电动化改装，包装盒上也说明了可以通过购买咔哒的遥控动力套件将模型改成遥控版本。遥控改装需要用到一个4路可充电锂电池盒，一个4伏电机，一个 L 电机，一组 LED 灯。原有车上的零件也需要比较大幅的拆除，这包含了很多车辆的内饰部分。中央扶手部分需要整体拆除，让前后轴的电机预留口全部暴露。整个中央扶手处的通道都会被4伏电机与 L 电机所占据。后排座椅也要拆除，为电池盒腾出空间，而 LED 灯则贯穿车身放置。咔哒的小颗粒零件的咬合力稍弱的问题也会在改装遥控的过程中被放大。其实在遥控这块，我们还是推荐他们的静态版本。这种小颗粒模型的最佳状态还是静态观赏。咔哒相当于为我们提供了一套非常详尽的官方改装方案而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去计较它没有 R35 上的差速器。作为小颗粒车模，它们的机械部分已经做得足够，遥控是它们的加分项，而不是设计初衷。这里我们更想来分析一下 FC 和 FD 这2套产品在模型设计上的创新点。只要说到大尺寸的小颗粒模型，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乐高的模型小组，它们是具备一定机械功能的精致车模的完美开端。从1986年的我们看到的5580开始，经历1999年模型小组终结，2003年 Designer Set 诞生，再到近10年创意高手接过原3合1的大尺寸车模。这种模型设计始终没有脱离孔梁砖以及大尺寸底板构建基础架构，这些搭建方式其实都是20-30年前机械组的搭建遗产，包括之前没有拿到授权的86和 R35， 他们与乐高的模型小组创意高手本质上还是同一种搭建风格。而这2款授权的 RX7 则让机械组与小颗粒零件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我们在一个模型上可以体验到2种截然不同的搭建方式。机械组的底盘可以保证模型的地基足够稳定，以及非常容易的电动化改装。小颗粒负责模型细节精细勾勒，所有外观件全部在侧面通过栓和薄梁来固定，这使得整个模型的底盘与覆盖件可以完全解耦。我们可以很轻松地为模型定制外观，甚至是拆除所有外观件，让模型变身成一个遥控底盘。
我们在分析乐高10269哈雷肥仔时，看到了加入具有动态发动机联动的摩托车的驱动结构。卡达之前推出的86和235则将差速器放入了小颗粒车模，并具有了纯机械组零件的后悬架。而眼前这两台 RX-7则是对拼搭风格的再一次进化。虽然因为空间所限没有提供差速器，但这种小颗粒与机械组独特的结合方式，则给了我们十足的惊喜。这种惊喜凌驾于他们的授权与遥控这些产品标签之上，而授权与遥控这些卖点，则恰到好处地扮演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一切都是刚刚好。头文字 D 的情怀玩家、传统积木玩家都可以在这两套产品上找到能够打动自己的那一点。有时候惊喜不在于使用了多少个零件，构建出多大的尺寸，一两处微小的创新点就足以让我们对一款产品刮目相看。到这里，我们其实更加期待全新款的真正印有头文字 D 的86和 GTR。这两辆马自达 RX-7能够打动你吗？你愿意为这么一款双授权情怀产品买单吗？欢迎评论或私信告诉我们。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还不错，欢迎点赞、关注、评论、转发。这里是专家号，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的是它们的颜色。FC 的白色零件几乎没有偏色，而 FD 的黄色更是非常纯正，就和我们看到的乐高的标准黄一样。而我们对乐高的这两款使用了梯形挡风玻璃零件的车模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